繼上一集開箱完曼谷機場 BKK 3間不同的寰宇溢價貴賓室，這一集我們繼續我們的旅途，終於可以來開箱國泰航空 A350 商務艙的實際搭乘體驗了。前一集還沒看過的話，建議可以先去瞄個兩眼。我們就不廢話了，我們趕快繼續我們快樂的旅程吧。國泰航空商務艙4集系列裡的第2集，我們就3、2、1起飛嘍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沒錯，我們現在人已經在登機口了，有點不習慣開場直接在這裡開，但也好啦，直接一上來就直接來看飛機。這集搭乘的是國泰航空曼谷飛香港 CX704 A350-900。國泰航空是世界第3大的 A350 運營商，目前機隊中一共有18架的 A350-1000跟30架的 A350-900，僅僅排在第1名的 SQ 跟第2名的 QR 後面。平均機齡大概在8歲左右，但我們今天這架 BLRI 稍微再大一點，接近10歲。但這都不重要，今天的夕陽真的太美了，灑在飛機上超級漂亮。剛好商務艙旅客是 Boarding Group 2，等完一些需要協助的乘客跟高級的高卡會員，我們就可以登機嘍。來看看這架飛機的構造吧。國泰 A350-900只有一種座椅布局，38席的商務艙、28席的豪金艙跟214席的經濟艙，分別是121、24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嘿嘿，搭了那麼多次國泰，這次終於不用走到後面了。今天坐的位置是 17K， 椅子呢採用的是經典梵語古式的 Saffron Series 3 Seats。一到座位就可以看到椅子上已經放好了一個舒服的枕頭，還有台面上也可以找到一個紙本的菜單。晚一點再來細看這些，我們先來看點數據好了。首先腿部空間蠻誇張的，先說我的 reference point 是長榮777的商務艙，因為那應該算是我唯一搭過可以比較的商務艙。45寸的椅距跟20.2寸的椅寬，不管是哪一個都要略勝長榮，但其實對我來說都差不多啦，反正我的腿都伸不到底。但國泰的空間感真的還是有感的更大，靠內這裡多出來的空間，對於喜歡側睡又喜歡把腳縮起來的我，非常的符合人體工學。不要瞎掰好嗎？然後這一塊當然也是可以打開的。等一下，這不是我們的老朋友 Surfshark 嗎？有沒有殺你一個猝不及防呢？我們的好朋友 Surfshark 是一個網絡上的瞬間移動裝置，對於像我這種一天到晚全世界跑的奇怪人類，真的相當方便使用。出門在外，不管是在機場、飯店還是咖啡廳，我幾乎都會連公共 WiFi。雖然很方便，但公共 WiFi 其實沒有想象中安全。但只要開啟 Surfshark， 就可以把你的連線加密，多一層保護，加上嚴格的無記錄政策，也讓你用公共 WiFi 的時候更安心。新增的 email 詐騙檢測器也能辨識出有釣魚資訊的郵件，全方位保護我的網絡安全。再來，有些網站或串流平台因為地區限制沒辦法使用，這時候 Surfshark 就會直接幫你開啟傳送模式，瞬間移動到不同國家。全球超過140個地區，4500多台伺服器，想切去哪裡幾乎都是一鍵搞定。而且一個賬號就可以在無限個裝置上使用，還有24小時不間斷的客服，那麼優秀，你還在等什麼呢？現在只要立即點擊 surfshark.com/benchen 或使用優惠碼 benchen 就可以獲得額外4個月 Surfshark 服務哦，棒棒！感謝大家，也感謝薛定諤的 Surfshark 贊助這支影片。澳門剛剛聊哪？哦對，收納的部分非常剛好，就順便再來看看其他的收納空間好了。台面在這裡給大家看一下，然後旁邊這裡打開的話就可以找到裡面有一瓶水、頭罩式的抗噪耳機、一面可以拉起來的小鏡子跟一個小口袋。微微的尷尬，需要把所有東西挖出來後才能找到裡面的各種插孔，有 USB 萬能插座跟耳機插孔。個人覺得不是特別的方便，但 OK 啦，能坐在前面的我還抱怨個屁。我們再來到旁邊，這裡呢就是你的迷你控制台，可以調整亮度的小閱讀燈、娛樂系統的 PSP 跟調整座椅角度的按鈕。晚一點耍廢的時候再來玩。我們先看到靠走到這邊，上面一個 coat hook 跟下面一個 literature pocket， 裡面塞了安全須知、清潔袋跟飛行雜誌。東西不算特別多，但至少左右兩邊你的2隻手臂都有一個舒服的小夾。就只是我左邊這個卡到一個不行，按了半天才把它給按起來。但按起來之後，我仿佛解鎖了一個隱藏空間，下面藏了一個放水壺的地方。不得不說，這個座椅的收納空間是真的蠻優秀的，非常適合小東西很多的人類。
OK， 很棒。還有什麼呢？我們來看看前面這台大熒幕好了，可以收納的娛樂系統可能需要一隻非常長的手，但只要這樣壓回去就可以。18寸的 HD 熒幕裝載的是國泰最新的娛樂系統軟體，這就真的沒什麼好說的了。雖然還是少了一點最新 Aria Suite 才有的功能，第4集再跟大家介紹。但國泰的娛樂系統一如既往的優秀，每次搭國泰都很期待又有哪些新電影上映，電視節目、新聞、音樂、遊戲、購物中心、飛行地圖，還有長在屁股跟頭上的攝像頭，都有，不用擔心。我相信你在飛機上基本上是不會覺得無聊的，讚讚。好的，再拉回來，還有什麼沒有聊到的嗎？椅子本身是有頭枕的，可以上下左右。然後有一點我非常喜歡的是，椅子靠走道這邊是有一個小遮擋，沒有門那麼厲害，但老實說是個高性價比提供隱私的方式。然後如果你嫌小台燈不夠亮，頭頂是還有頭燈的，而且國泰還很慷慨的2個都給你打開，不像省電達人長榮只給你開1個。以上就是國泰航空 A350 商務艙的座椅環境，我很喜歡，至少我自己是覺得小勝長榮的777啦。不知道大家怎麼想？空服也都非常認真的在一上飛機後就過來提供熱濕毛巾、迎賓飲料以及詢問餐點要吃什麼。先來杯小香檳，讓自己有儀式感的開始這趟旅程。不久後，安全影片開始播放，飛機很準時的後推，還讓我偷偷發現台面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小台燈。這次來曼谷很短暫，但很愉快，希望可以快快再回來找朋友玩。我們就先起飛吧，有點暗，但還是來好好欣賞一下美麗引擎的視角嘍。等一下見。Okie dokie， 歡迎回來。在飛機抵達飛行高度後，空服很積極的主動過來詢問需不需要毛毯。我說好，然後空服就直接幫我鋪，嚇得庶民笨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。But anyways， 是時候可以來看一下網絡的部分了。這輩子搭了那麼多次國泰，我也是終於免費使用上了國泰的網絡。國泰的話蠻厲害的，全機隊全機型都配備機上網絡。但想要免費使用的話，是只有頭等艙、商務艙、鑽石、黃金2個等級的高卡會員，還有豪金艙的會員乘客才符合資格的。沒錯，至於速度嘛，實際用起來還可以。我也把測速的截圖放在這邊，覆蓋範圍看起來也幾乎是全球的，所以真的沒什麼好抱怨。希望哪天在經濟艙也至少可以用到傳訊息的免費網絡，考慮一下吧，國泰。好的，那簡單玩了一下 PSP 之後，隨後當然就是我最期待的用餐時間啦。餐桌是從這邊拉出來的，可以看到是折疊式，也可以簡單往前推，這樣吃東西想出去的話，就也有一點空間，不會被食物綁架。那說到食物，菜單上有哪些選擇呢？飲料的部分，酒水佔了一大部分，紅酒、白酒、雞尾酒、威士忌、啤酒都可以點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不怎麼愛喝酒的話，也有果汁、汽水、咖啡、茶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，像港奶或熱巧。再來到吃的，這次的主餐選擇有2個：南乳虎香雞跟我這次選的炸虎蝦配羅望子汁。噔噔，直接食物登場，看看這個顏色搭配是不是非常讓人有食慾呢？左下角這裡空空的，因為空服隨機就拿了一籃熱麵包過來填滿它。大蒜麵包不會錯的，我們就趕快開動吧。OK， 首先飲料的部分，附上了一杯水，還有我叫的國泰經典咖啡 Delight。不要 judge 我嘿，但這是我第一次喝奇異果汁加椰奶加薄荷葉，真是不錯，奶奶的，不是在罵髒話，但帶有一點清新的感覺，好喝。要說到小缺點，就是我覺得這不是最配飯的飲料，所以我下次可能迎賓飲料再點這個，個人覺得會更適合一點。
再來前菜，泰式燒豬頸肉沙律，看起來分量不大，但翻一翻裡面肉蠻多的，淋上酸酸甜甜的泰式醬汁，哦，舒服酸爽，就跟我嘴巴裡的潰瘍一樣，直接在我嘴巴裡爆開，煩，忍耐一下，直接來吃我們今天的主菜，蝦飯跟菜好了。OK， 非常慷慨，5隻蝦子，每一隻也都不算小，一口吃下去，滿滿的肉，相當幸福。但我也必須說，這個真的偏重口味，吃到後面有點辣就算了，因為我對辣一點抵抗力都沒有。但它的醬也是偏鹹偏油，非常需要配飯吃。不過有看上一集的就知道，我的肚子現在完全處在一個爆炸的邊緣，所以我就陷入了一個想吃但又吃不下的尷尬狀態。旁邊那個菜是醃椰菜炒蛋，蠻神奇的，就只是很可惜，個人覺得沒有到很解膩，就讓我覺得這整個主餐吃起來小小的辛苦，還是來吃旁邊的新鮮水果好了，這才是我現在最想吃的哦，冰冰甜甜，就連鳳梨也完全不會酸，相當清爽 ，Absolutely amazing。只不過隨後再次被暴擊，一開始拿的那個大蒜麵包配奶油 ，crap， 好吃但好肥。先不管那麼多了，讓我們就好好享受現在難得的商務艙，再讓自己有罪惡感就太對不起自己了。那當然，最後又怎麼能少得了國泰經典的哈根達斯呢？是等大家吃的差不多後才上的，這次拿到的是香草口味，開心開心！飛機上能吃到冰淇淋就是幸福，感覺可以來快快總結一下了。整體飛機餐我覺得還不錯啦，除了主餐我覺得偏鹹偏重口味之外，我覺得沒什麼好抱怨的。蝦子給的很慷慨，前菜、水果、麵包、飲品都很給力，盤子、餐具也都蠻有儀式感，我自己是蠻享受的。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在我上飛機前肚子就已經接近爆炸了，我怪我朋友，所以我相信如果我肚子空一點再來吃這個的話，感覺可能會不一樣，不好說。但不管怎麼樣，食物已經吃下去了，起來活動活動，順便來逛逛國泰商務艙的廁所嘍。國泰 A350 商務艙一共有3間廁所，38個人分，比例很棒，基本上不太需要等。而廁所裡的備品也是豐富 ，Banford 的 Hand Wash、Body Lotion、Face Mist， 更不知道為什麼還有一個無名牌的 Hand Wash， 可能希望你少用一點貴的那一瓶。再來就是常規的 Baby 台，2個 Kotak、全身鏡、馬桶墊、衛生棉、杯子跟通風口這些。還不錯啦，該有的都有。比較特別的是，廁所裡也是可以找到一扇窗戶的哦，讓你可以在星空下解放的感覺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。Anyways， 大概就這樣。我們最後回來躺平，在抵達香港前好好休息耍廢一下。是說，我發現這個枕頭套是有 Banford 的 logo 的哦，我就當做它是高級枕頭了。靠走到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按起來的地方，但感覺有點壞了。我最後是用手把它給拉起來，讓你可以再多那麼一丟丟空間蠕動身體。至於腳伸直後，我的腿大概到這邊，可以看到還是有很多空間，讓我可以當一隻快樂的毛毛蟲。就這樣，我們之後就一路飛回香港啦，哭哭，但是時候來做個收尾了。抵達香港的時候有點難過，時間過得太快了。但國泰 A350 的商務艙我覺得很不錯啊，我是也不好意思抱怨什麼啦，畢竟每次能搭商務艙我都格外珍惜。但收納空間很棒，可以躺平的座椅，優秀的服務，還不錯的飛機餐。會覺得這個座椅過時嗎？當然，真的要跟其他家最新的商務艙產品去比較，相比下來肯定還是比較老氣一點。但要說過時嗎？我覺得就算放在現在神仙打架的年代，也還是很不錯的產品。再撐個幾年，我都覺得沒有問題。再加上從曼谷出發的快速通關，還有貴賓室體驗，整體來說還是很棒的。所以呢，可以的話，推大家來體驗看看。我覺得你應該是不會失望的。以上就是這集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種航空開箱影片的話，還別忘記幫我按讚、分享、收藏、訂閱。再次感謝各位乾爹乾媽願意贊助我的頻道。下一集不出意外的話，就是抵達香港後的下一集，香港機場國泰主場的 Lounge Hopping， 旅程到一半而已。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嘍，拜拜。